川普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啊！我今天那个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到底有多少盟友会愿意加入美国这一方？万一跟中共真的有冲突的时候，那其他国家是要加入的。所以对不起，日本、韩国，你们是美国盟友，你也要出兵一下。大家好，欢迎回到政大国关中心，我是俊。今年11月的美国选举对台湾未来可说是非常的重要，尤其从美国民调显示，川普获胜的机会非常的大。很多媒体都直言，如果明天就选举，川普一定赢。不过，距离11月还有很多的变数，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政大国际事务学院严正生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美国选举会有什么变数，以及大家都非常想知道，如果川普真的当选了，台湾会面对什么样的国际情势？让我们欢迎严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我想要就直接切入重点问老师，就是川普呢，如果这一次初选美国总统的话，胜算的几率会有多大？现在全国的民调啊，平均他大概赢至少4%，但是更重要的是6个摇摆州里头啊，包括内华达州，包括亚利桑那州，包括乔治亚州，包括密西根州，包括威斯康星，还有宾州啊，一共6个州。这6个州里头除了宾州之外，川普都赢啊，所以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啊，甚至有最新民调说，川普现在已经有272张的选举人票。那这个还是不算那几个他领先的州哦，如果算进去，他已经超过300张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现在的民调来看，川普应该是会当选，因为他在摇摆州都赢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介于18到34岁这种年轻族群的选票，那川普会赢过拜登？那官司缠身的川普呢，为什么会赢过拜登？第一个就是年轻人对于这个一般的道德并没有这么强调啊，那也不会觉得说，譬如说可能跟异性不正当的关系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另外加上川普这个人他讲的话很容易懂，他比较接地气一些。那他的口号也很单纯，所以说年轻人会喜欢他这种好像是直来直往，不需要去做修饰。特别是他攻击我们讲说建制派，所以川普的这个口才是以一个就是比较有煽动性，那听了很爽的这种话，那年轻人当然听起来，我觉得是很容易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候选人。假设呢，川普今年呢当选了美国总统，那可能会导致美国又转向之前的孤立主义，那台湾应该怎么样面对？他讲的是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 啊，然后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所以他是一个往内看，他不希望把美国的资源浪费在国际事务上面，所以大概他也会尽快就结束，譬如说对乌克兰的援助啊，在这个我们讲说两岸的议题，台湾海峡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他去用兵，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所以川普上台就会鼓励这一些我们说独裁者，包括习近平，包括普丁，包括这个金正恩，都会感觉他认为他可以跟他们打交道，然后他甚至事实上还蛮羡慕这些独裁者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比较需要担心的部分。虽然他很讨厌中国，可是呢，因为他是一任总统，那做一任跟他要想竞选连任那个心态上面不一样，他可能就会想到说，哇，我的利益比我政党的利益，比我的国家利益更重要。譬如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上海的外滩给他盖一个 Trump Tower 说不定，或者他女儿的化妆品在大陆取得一些什么特别的地位优势我觉得他会做一些，会牺牲我们，这是很有可能的。对岸觉得说拜登有坚持比较麻烦，川普呢是因为谈判型的所以你只要谈判对他有利，你可以换到一些东西，这是我们稍微比较需要担心川普的部分。如果他真的走回孤立主义，那就表示说他对第三世界根本不在乎嘛，特别在非洲，在拉丁美洲，那表示说中国在第三世界会有更多的进展。中国在第三世界有更多进展，对我们来讲，比如说我们想要再加入国际组织或者我们的邦交国会不会再被挖，就真的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对，所以其实也不一定像外界推测说中国大陆那边超级
反对啊，或者害怕说这其实有一些这个当然他们官方是不会讲，对不对？可是你问他们的学者，那有一些我们看最近这个叫做这个美联社吧，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觉得2个人就2碗毒药，但是有一些就认为拜登的那个建制派的一些坚持还有价值理念，所以跟中国大陆格格不入。川普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他可以接受威权体系的东西。那这个其实川普反而比较好打交道，可能所以其实跟我们想的其实不太一样。对。那我还想问一下老师，就是除了我们大家都在讨论的川普讨论拜登之外，还有哪一些美国的候选人有一些看头的？这个在共和党在初选现在只剩下那个 Nikki Haley 那个以前驻联合国大使海莉还在挑战他嘛，但是大概机会也不大。那另外就是大家可能有听过，就是以前的这个甘乃迪的总统的弟弟罗伯·甘乃迪的儿子，因为他也是个孤立主义者，他如果拿的票够的话，那会影响到2个候选人在争夺谁能够赢得哪一个州的选举人票，所以小罗伯·甘乃迪还是值得看一下。那另外还有一位美国有一个组织叫做 No Label 无标签，他们也想推他们的候选人。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西维吉尼亚 West Virginia 的参议员有一个叫 Joe Manchin 曼青，那他的那个观点我觉得我们台湾要稍微注意一下。他说，如果今天那个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到底有多少盟友会愿意加入美国这一方？按照国际关系的那个惯例美国是一个有很多盟友的国家，所以对不起，日本、韩国，你们是美国盟友，你也要出兵一打。就好像这个911事件发生之后，所有的欧洲国家，连澳洲他们都去阿富汗帮忙去打宾拉登，因为是我的盟友被打，所以我们全部都加入。那可是如果今天美国介入台海，万一跟中共真的有冲突的时候，那其他国家是要加入的。我们看到美国跟这个伊朗之间，他也没有打呀。因为如果说他攻击伊朗，伊朗报复，那就表示说所有欧洲国家都要进来了，因为都是北约的成员很多嘛，有30个成员，所以你这样子加入进来，那不得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台湾很少去想到，万一有冲突，我们说美国可以从关岛，可以从日本冲绳调兵，对不对？我们有常常听到这样说法，可是这个另外的意思说，连日本、连韩国这些澳洲、纽西兰都要进来。还有第二个，他也问他说他看到乌克兰是有很强大的意志，在抵抗。那他要知道台湾的意志力有多少。如果你们台湾人愿意打，我们可能会挺你，但是你们能够意志力有多强？虽然曼青我们觉得说他可能也不会当选，但是他这个意见我觉得至少和很多人在美国是听得进去。我们至少已经有过4年跟川普打交道，3年跟拜登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应该双方的人我们都有接触。那我相信只要把这个关系维持住，即使换了政党，还是可以维持稳定的发展，不用太紧张。对。今天很谢谢我们严老师的分享。看完这一集节目，也欢迎观众朋友来跟我们讨论一下，你们是如何看待川普的？你们会希望他当选吗？直接在下面帮我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也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通知。我们下集见，拜拜。拜拜。